比特币的多单要继续持有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我在 Bybit 上面开了一张币本位的多单，那么开仓价呢，大概是在36,500左右。那其实已经有加仓过了。这张单子的开仓逻辑呢，其实在昨天也有很明确的提到，就是我们回到了通道之内，而且我们也踩住了很重要的支撑，那是开了50万美金的仓位价值。我们来看一下收益的部分吧。目前的收益呢，大约有着10500美金的收益，就大概有吃到2%的利润吧。其实才刚刚开始跑而已，那应不应该继续持有多单呢？或者说现在做多还健不健康呢？适不适合继续做多呢？好，那非常欢迎各位可以使用 Bybit。如果大家也想要交易试试看的话，因为我知道最近啊，他在对他的 VIP 政策呢有很大的改善，然后甚至有实体的活动等等。你可以看到他的图标，你有改，他也加了皇冠啊等等的。那如果你也想要用 Bybit 的话，你只要点击我随便一支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你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会送你30美金的现金，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完全都不用做任何交易，或者是质押500美金一个礼拜，就可以获得60美金的现金，也可以直接提币走的。好，那我们回到盘面上吧。我们从比特币的周线，那从周线上来看呢，之前我们有谈到它的背离已经被完全的消化干净了。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这里呢，它就走了一个很好、很典型的例子，可以供我们参考。它在第一波创造出波峰之后呢，然后第二波的波峰啊，它更低了，但是我们的价格呢却更高了，那这绝对是典型的背离。不过你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这一波涨幅呢，它把原本的背离啊给冲上了，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快慢线呢是已经超过了原本快慢线所形成的高点，那就没有背离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周线上呢说它背离是绝对不成立的。那其实从日线上来看呢，我认为也可以用相同的逻辑来说明问题啊。我们确实现在呢有出现了一个背离，这个确实是有的，但是就指标来看是有这没错啊。但如果说呢，我们接下来上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38000做了很强劲的突破的话，或者是说，如果我们接下来要突破38000的话呢，它一定要走强劲的突破，也就是它突破的时候呢，必须像我们之前突破32000左右的那种强势的样子。也就是说，我们突破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走出好一大段的距离了。好比说，我们突破了38000，我们直接走到了4万，走到了41000，甚至42000的话，那这才对于比特币来说呢是安全的，也就是我们不会产生连续的背离。那如果产生连续的背离的话，那确实就是不安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往上做的突破呢，它必须要很强势，强势到足以冲破整个背离的过程，也就是我们直接创造一个新高了，那这样就没有背离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突破38000的话呢，它一定会是一个暴力的突破，很有可能就直接到41000、42000，而且这样对于比特币来说呢，才是健康的一种走法。好，那其实38000的这个位置呢，它不仅仅是我们在技术分析上面的一个阻力，确实是这毋庸置疑，它也是我们前期箱体的下缘。那这更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会在此处呢形成阻力了。其实，我们把价格呢往前一拉，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我们在前面呢。它就扮演着很强劲的支撑，那我们现在变回阻力呢，其实就很正常，或者说很符合常理。好，那38000的这个价位呢，也不只是这两个地方很重要，它还有一个我认为不可忽视的地方，就是呢，我们来看一下清算价吧。那热力图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从比较小级别来看，3天这个级别呢，我们在38000，它有大量的爆仓就挂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仓位会在触碰到38000的时候被清算啊，这些空头仓位会被清算。那当清算的过程呢，这些空头它就必须买入平空。那买入嘛，它就是一笔买入的力量，就会更推动比特币往上。那这当然也是期货作为燃料的概念的逻辑，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呢，再切回到4小时级别。切回到4小时呢，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还是一样，先强调出这个通道。但这个通道呢，我们已经讲太久了。已经讲了很多次，也讲了很久了，但我们这一次呢来说点别的，不然就是了无新意。首先呢，我们在昨天啊，它做的其实是一个假的跌破。那当然，假的跌破呢，对于多头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就有点像我们在前面呢，我们也不会说它是跌破了一样，因为它是一个假的跌破，插了针立刻回去。如果我们要看到真的跌破呢，我们必须看到实体部分呢，整根是收在下方的，但我们目前没有，它往下打出一个地洞之后呢，立刻又收了回去，那我们就不认为这个是跌破了。而且呢，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现在呢比较重要的支撑啊，它就是在我们下方35500的位置。然后我们如果把35500到上方38000
拉出一个白色的区间，我们可以发现比特币它一直震荡在这个区间当中，来回的震荡洗盘，来回的震荡洗盘。好，那其实如果我们接下来真的运行着这个按照这个白色的箱体做运行的话，那其实我认为比特币它是变弱的，因为我们之前走的很强势，我们之前走的呢是微微向上倾斜的这种调整，非常的强势，真的非常的强势，高点低点都还在不断的抬高。那如果我们之后走成了这种箱体横向的话呢，那就表示我们就不那么强势了。但我认为呢，目前这个箱体呢，它跟这个通道是不冲突的。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跌破了通道了，但我们还在这个箱体内运行的时候呢，那我们再说哦，原来白色的这个箱体呢，它的效力是比通道要来的更好的。但只要比特币它还在这个通道之内呢，还在这个上升通道之内，我就认为比特币它依然保持着比较强势。那有可能会说了，我们昨天上涨的过程呢，它没有产生太大的量能。不过各位可以想想看哦，币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交易所，它被美国重罚了，罚款43亿美金，而且它的 CEO 因此下台了，甚至非常有可能赵长鹏是要去坐牢的。那这肯定是一个不算利多的消息，它肯定是个利空的消息。那这个时候比特币它理应是要下跌的，不过我们随后呢立刻又收了回来，那这可以代表什么呢？这就可以代表多头绝对非常强势。我相信如果我们是在比较悲观的市场环境当中呢，有这样子的消息出来，肯定已经引发暴跌了，而且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就立刻收回来。那即使量能不足，我也认为我们昨天呢绝对是一个多头强势的表现。那其实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它不一定需要这种很爆量的量能哦，但有一个时间点呢，或者说有一个时刻呢，是很需要爆量的量能的，就是我们在突破38000的时候。如果我们突破38000的时候是没有量能的话，那我就认为非常的危险，真的非常的危险。所以突破38000的话，我们就一定要很大的量能，而且要很快的打出好一段距离。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认为我们会面临风险了。那以现在来看呢，我不认为，或者说我真的看不出来有哪里是很不健康的地方。那当然多单我一样会继续持有。那有人可能会说了，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它确实突破了一个重要的下降趋势线，这个我们有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有谈到过。而且现在的我认为它已经走成了一个三重底了。三重底，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呢，它形成了一个连续3个的这种底部的过程，而且它的颈线呢正在被测试。那如果这个颈线可以被突破站稳的话呢，我认为对以太坊后续的行情一定是非常看好的。那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说不定我们在上涨的后期、中后期的时候呢，以太坊它说不定会走的稍微比比特币强势一些也不一定。但我认为做比特币呢，还是目前最稳妥的选择。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拜拜。